好，回到节目现场，下一个话题呢，我们要持续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他因为不满发生在南非政府这边杀害了一个白人，甚至任其他的农场被随意夺走，这样侵犯人权的事情出现了，所以川普不会邀请南非参加明年在美国迈阿密登场的 G20 峰会，还指控呢南非拒绝把这个 G20 这个主席职务交接给美国大使馆。反正就是双方呢，现在在 G20 事务上的矛盾越来越深了。那么美国将即刻停止对南非提供所有的款项跟补助哦。对此，南非总统拉马福沙他是对川普这样的惩罚性措施是表达遗憾。好，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想伸张正义，打着人权的大旗呢，现在对南非展现了敌意，但这可能会在非洲掀起多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非洲这个地方现在要补足欧美很多的一些战略短板啊。我们先请杨老师分享观点。我觉得川普这个作为其实会造成整个全球南方，不止南非，整个非洲的区域，甚至全球南方对于他的批判。因为你只是因为在南非里面的部分的白人可能有遭受到就是一些你指控的迫害行为。可是事实上，我们大概都知道，南非一路走来，白人政府原先的种族隔离政策，使得多少黑人在数十年甚至100年以上是面临怎么样的困境？虽然他解除这个政策之后呢，当时一直到现在都主要由黑人在掌控政治，因为人数多嘛。但是对于白人的这个法律上的保护也是很积极。可是的确是有一些现象。那可是我们看到，即使是连过去川普的最亲密的顾问马斯克，也都没有这么激烈的去批判南非的政府。他自己本身是南非的白人出身。那尤其相对比的是，那你对于在加沙发生以来的这些种族灭绝甚至大屠杀，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所以这种差异在美国政府其实都美国社会之内都会有一些批判，因为不是白人族群或者是这个比较前进派，就会对于他这个观点很强烈的这个谴责。那同时你自己把一个全世界几乎是最重要的矿产国家南非推到门外，你不是要去开发稀土矿，你不是要去掌控关键的矿产资源吗？南非大概除了稀土之外，因为稀土对他来讲已经太广泛了，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是排名重要的。你看，像是铂、金、黄金、钻石、稀有金属、煤炭是全世界生产排名第3重要的铁矿出口国。然后呢，所有你看到的这些铬、锰、钒、铂，通通都是南非。那他不卖给美国了？美国企业还想去买吗？那现在南非目前为止还算是理性，没有采取真正的排美或者是制裁行为。可是你如果现在只是在言论上，那当做一个外交事件，你更进一步采取政策的去制裁南非的时候，南非一定会反制。那同时，当然它也会有不确定性，跟你美国企业或者美国政府做互动的时候，它当然会走向比较稳定的生意伙伴。那谁呢？那当然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跟其他的国家嘛。那现在中国大陆在整个非洲在今年的上半年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额增加了将近有20%。整个非洲大概做生意现在都讲中文，而且很多国家都采取的是这种所谓的不用美元交易，采取的是本国币交易了，或者是用数位货币数位货币，将来甚至可能用香港发行的，就是以人民币为主的稳定币。所以这些的作为对会更进一步的深化中国大陆在南非在整个非洲它的贸易跟矿产的掌握的主导地位。其实川普做这个其实是很不明智的，而且只是满足他自己对于他自己政治理念的一个这种爽度而已吧。好，没错，一受到美国又要搞事呢，中国这边代表机会来的政治敏感度也让他们立刻发力了，派出国务院总理李强呢会见到南非的副总统马沙蒂来。李强指出中国当然乐意跟南非加紧对接甚至推动100%的税目产品零关税的这个优惠要助力更多的南非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同时，中方也会给予他们擅长的新能源、汽车、医疗、数位经济、基础设施等等非常多的好处。
所以这一招见缝插针真的是来得太时机点太好了，来拉拢这个身为 G20 的成员国，同时也是金砖成员国，然后又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南非啊，只要拉拢到这个盟友。成功的话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好，还是友好阵营的布局也好，哇，这个太多正面的效果了。将军怎么看这一手？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蛮横无理然后自负到过分了，完全不遵守国际的一般的礼节跟国际的秩序他这次来G20来讲的话，由南非主办嘛，那他就不去参加那当然把舞台就让给了中国，但这次习近平当然也没有参加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李强去代理这个川普参加，那其中有一个这次去参加非常有趣的，川普不去他以为他可以当老大可以抢所有镁光灯的焦点，那个叫高市早苗他不是故意迟到，在大会开始的时候他故意迟到，还跟大家讲说他是因为换衣服所以很明显的以高市早苗他很清楚说是他当到一个国家的首相，当下一个国家的元首，难道连这最基本的国际礼仪都不知道吗？他居然可以说，因为他要挑衣服迟到，我觉得他很明显的你川普没来，我现在就取代你川普，因为以前大概只有川普会做这种动作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明年来讲由川普来，他们美国来主办，但你礼貌上面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要邀请所有的成员国都必须要来参加，而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喜怒然后就决定谁可以来，谁不可以来。但是川普做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大家记得在联合国大会，由于联合国大会的位置在纽约，所以那时候他不爽哥伦比亚总统，他也不发给哥伦比亚总统签证那试问一下，你可以这个样子吗？你最起码要遵守国际秩序嘛。那南非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其实南非就是所谓金砖国家，刚开始金砖只有4国而已，后来就主动邀请南非参加。那金砖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当然，它不是一个联盟，也不是一个组织。当时它是因为这个经济学者刚好是中国、俄罗斯、巴西还有印度几个国家拼起来刚好是金砖，英文的金砖，所以它是一个经济上面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新兴市场，然后鼓励民众去投资。那后来他们发现邀请南非，也就是南非也是一样。未来在经济上面，尤其是在非洲，它是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是而且现在来讲，它又是金砖5国，不管是在全球上面政治或者是经济或者是非洲来讲都非常重要。那现在非常好，我觉得你川普把这个门让出来了，把整个非洲推出来，那是不是就刚好让中国有机会跟南非结交一个更好的朋友？会发展得更密切在这个金砖5国方面来讲的话，现在不止5国了，在金砖国家体系里面更凸显这个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由川普的执政之后，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少，那他所推出来的朋友变成都加入中国的行列。所以中国不只是在这个所谓中东地区，还有南美洲地区，现在到非洲地区都广交朋友。对中国来讲的话，不管是在经济或外交上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好，今年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呢，被中国祭出了这个稀土的咽喉掐住你之后呢，大家都见识到现在稀土的威力了。所以欧美联盟当然要找替代方案那南非，刚才我们杨老师提到有非常多丰富的矿产资源，甚至他们不只要挖矿，还要在当地打造这个后续加工原料的这个产业链。所以现在欧美就是把稀土的替代方案设定在南非了，但是川普现在这样子对南非展现了敌意，那欧盟前段时间才跟南非签署了矿产的合作。虽然南非现在的态度是蛮克制的，没有说因为这个美国老大捣乱子我就跟你这个反悔或者怎么样，但是多少还是有些隐忧。如果越来越夸张，把南非越来越往中国大陆的方向来推的话，这是不是让欧洲原本想说打的这个稀土替代方案的好牌就这样被川普给毁掉？我认为这个双方都会调整姿态，一码归一码。虽然有这个外交上面的不愉快，但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双方都有经济发展。南非也穷了，南非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平均只有7000块美金，只有7000，他也要发展，他也要发展他的经济啊。是。那我们今天讲的稀土，南非不只有南非的稀土86万公吨，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稀土总共9000万吨的这个存量。那中国大陆占了4000万吨嘛，因为它的量最大嘛。但是不要忘了，
包含柬埔寨、包含泰国、包含马来西亚、包括缅甸都有稀土哦。第二大存量是巴西，因为巴西在9000万公吨的状况下，巴西占了2000多万公吨，也是蛮多的。对，那在南非这方面，南非它86万公吨多不多？我说实话，全世界排名第10，也不算多。但是问题在哪里？它的白金、它的铬、它的锰，这个也蛮重要的，它产量还蛮多的，世界第1储量，是这个问题。那这样子的话，那完了南非在相对于工业上比较落后，但是它需要钱，钱哪边来？日本来投资，美国来参咖，是这个样啊。所以美国是很厉害的，我们美国拿钱，你日本拿钱来提炼，然后装备弄好，然后我们两个来分，是这个样啊。所以变成了大家都受利，南非赚了钱，美国也捞了好处，日本呢也拿到了稀土，美国也拿到了稀土，是这样，大家都赢，这样南非的生活也可以改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南非它是因为金砖5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它在经济上也想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稀土我认为也是它一个翻身的一个小帮手。你知道有帮手吗？你这个金砖5国属于南非最弱啊，你其他的俄罗斯还有这个印度还有巴西的经济的体量，比如中国大陆今年比南非大的最多，大的非常多哎。那南非在这方面要靠什么？我认为稀土它的矿产来外销，来提炼，然后来外销，这一方面它可以获利。所以我认为一码归一码。政治面归政治面，然后经济面呢，大家走经济面。我认为2个态度都会放缓，互得其利。是，不过欧盟这边也因为前阵子可能这样美洲贸易战之后，然后看到稀土这一块之后，他们也紧张，因为欧盟也很多车啦、车企相关的。那欧盟这边跟南非看这个事件，他们的态度？那他们应该讲，因为欧盟也需要这一方面的。那尤其我们讲永久磁铁，尤其还有这个储能，尤其是新能源车，那在这方面也要向南非这方面来购买，但是他们的来源多，你不要说澳大利亚、澳洲的稀土这个存量也多，所以他们来源应该是尽量多元，不要压单一来源，而要压多边来源。所以我认为他们也会对南非，因为南非需要的是钱，需要的投资，所以这些西方国家也会对南非来这一方面来大家来互利合作。没错，他提供钱。另外一方提供矿产，刚好2个各有各的，然后大家互蒙其利，互取其利。对，好，所以稀土啊，真的不管是今年也好，未来也好，都还是各大国博弈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好，最后一段节目呢，我们要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现在中国有积极的备战动作，买石油、储备粮食，还有购买大量的黄金，背后有哪一些布局？还有2027的台海真的要不平静吗？我们马上回来。